Hello，我又回来了。那今天我们继续玩 Noob Defense，然后经过我上一次呢讲的新手教学，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游戏就算没有玩，应该有一些理解。那今天我要讲的就是一些稍微比较后面一点的内容，就是今天想要介绍3种不同的塔，那就是我现在这个装备栏里面的这3个。那主要是因为我做的那个新手教学啊，那个时间我发现好像有点太长了，就30多分钟，所以我是可以讲这么久，但是不知道各位可不可以看这么久啊？所以呢，我就决定把一些内容砍开来，然后分成不同的影片来做。所以今天会先做这3个。那我选这3个呢，都是基本上给你看。我都给看他们有一个特征呢，他们都有翅膀啊，我们就叫它鸟人好了，鸟人3人组啊。那这3个呢，如果你有看我的新手教学的话呢，你应该是知道我的第一个是这个堕落的恶魔，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呢比较好获得的，或者说在这3个里面最好获得的就是堕落的恶魔，然后它的输出也非常的不错。就是满级的话呢，1秒可以打2300，但是呢，这个不错，是对于新手来说非常的好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高手玩家呢，那基本上这个堕落的恶魔呢是不是最好的选择。像我们另外这个堕落天使呢，反而是会比较好。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我们的堕落恶魔1秒2300。我们的堕落天使1秒有2875，是再高一点的。那当然，获取的难度上也差了很多。堕落恶魔呢，我们之前好像有讲过，我们的合成只需要1万块钱，然后一个恶魔菜鸟，还有一个什么恶魔之吻，全部都是非常好搞定的一个这个材料。但是如果是恶魔天使的话呢，要7万块钱，40个恶魔精华，175个恶魔之魂，还要3个天使。天使本身也是神话的一个塔哦，所以呢，从这个合成的难度来说，你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的堕落天使呢，是一个比这个堕落恶魔更好的一个塔，而且他们的这个作用上也是基本上都重叠啦，就是两个都是一个属于后期输出的一个定位，所以呢，我今天这样介绍呢，就是可能大家如果是新手就可以拿这个，如果有这个的话呢，就可以以这个为目标，以堕落天使为目标去做一个收集材料的动作。那另外我还有这个是什么呢？格斗天使吗？它叫什么？格斗士这个天使，格斗士呢？是格斗士吗？那个是念好，算了没差，反正呢，这个决斗士呢，它就是一个，它跟我前面这2个塔不一样。我刚刚才说过，这2个是后期输出嘛，它这个是一个前期的塔，你可以看到800块钱，刚刚好的，就是你知道你进去游戏里面，你就会开局的时候，你就是800块钱嘛，它就是让你放一个这个，对，所以意图很明显啊，它这个价格的定价这样，就是让你这是在告诉你说它是一个前期塔，但是这边有一个怎么说呢？有趣的点是我之前在新手教学嘛，就是上一条影片说过，就是前期塔的特征就是它后期没有办法，它的输出是不够的，对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个呢是一个我封它是这个本游戏里面最强的前期塔，它是稳坐第1把交椅啊，最强的就是它了，就是以前期塔来说。那既然它是第1名，它总有一些特别的地方。那它的特别的地方是什么？它的输出高到比某一些后期大 C，就是后期输出还要高一点。
对，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，这个决斗士呢的输出什么秒伤 DPS 是多久？1秒就可以打1800的伤害。那我这边说1800，你可能说，哎，你不是说它的输出比某一些塔还要某一些后期的塔还要高吗？这边是2300嘛，那也没有更高啊。那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你这个决斗士呢，你是可以放2个的，所以呢，你这个秒伤是要放，就是要乘以2哦，所以是3200的秒伤哦，非常的高。对，当然你会说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无敌了？它自然是有它的伤害虽然很高，但是它自然是有自己的缺点。它的缺点是什么？就是它的这个范围攻击的范围非常的小。对，所以这个是要可能摆位上需要注意一下。那么，但是呢，就算它的攻击范围很少，它以前几塔来说，它还是绝对的第1名，压倒性的优势拿到第1名。所以后期来说呢，如果你是单人打游戏的话呢，你没有朋友跟你一起打，这个是一个必须要带的东西。但是如果你是有朋友的话呢，你们可能假设说你有一个朋友跟你一起玩，那你们就可以其中一个人带这个东西，那基本上其中一个人带就已经足够撑过前期了。OK， 那我等一下呢就会去随便一个关卡展示一下这3个东西的一些比较详细的数据，他们在各个阶段的一些数据是怎样。那么对，我还想分享一个，就是我刚刚才发现啊，当你的滑鼠放到某一个人物身上，你可以左键点它一下，你居然可以看得到它的配置是什么。这个我刚刚才发现。那这个作用就看你们自己要拿来干嘛。对，我自己是没有，对我来说是没什么用的。那么好，我们现在呢就去第3章好了，第3章我们去稍微看一下这几个塔的数据哦。好，那我们赶紧来用疯狂难度的第3章来演示一下我们这几个塔。那我们先放我们的起手塔决斗士啊，可以看一下它的伤害啊，或者是它的数据啊。一开始就已经是180度的这个半圆形的一个范围斩击，现在是秒伤大概180左右。那我们这边呢，可以先放我们的赚钱的，它撑得住吗？我多放一个好了。我们先把这个2个赚钱的升满哦。OK， 我们升满了。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来升级一下我们的决斗士了，看一下它的数据。2级来说呢，变成281下，然后0.6秒，冷却时间稍微加长一点，但是也没有什么影响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3级。OK， 基本上模式是差不多的，但是伤害有提升啊。基本上到最后呢，决斗士基本上就是这样，没有什么区别啊。OK， 那这个就是满级的数据，基本上0.5 OK， 就是半秒钟的时间就打1000伤害，然后范围略有增加，但是不多，大概数据就是这样。那我们可以放下一个，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过的一个堕落恶魔。那数据可以稍微再讲一下。为什么又被过了？好 ，OK， 还行。那我们先看一下，2级呢，
也是一个半圆形的斩击范围。然后现在呢是大概0.75秒，500伤害，还行。我们赶紧把它升到第3级好了。OK， 这就是满级，满级会多了一个技能啊。然后伤害是900，所以0.5秒900，所以1秒就是1800。然后这边1000，但是要2秒，所以500，这边是500，然后加1800，所以是加起来是2300秒伤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呢可以放我们最后的一个塔。OK， 那堕落天使呢？啊，我没有看，没有讲1级的数据。1级数据多少啊？我0.1秒45，所以1秒就是450。OK， 距离还蛮不错的，蛮大的。升1级 ，OK， 伤害变75，还是0.1秒，所以现在1秒750。还有一个爆裂伤害。OK， 我们时间不多。3级开始呢，它的攻击模式就会变化，变成这样，就是一个天降雷射炮。好，我们稍微看一下数据，升到满0.8秒2300，还是不错的哦。OK， 那我们打完了。那我刚刚呢忘记分享那个这3个塔需要的一些材料，我这边讲一下。那这个就不用讲了吧，这个我之前讲过了。那格斗士呢，这个决斗士呢要打那个天堂突袭才可以拿得到的。那骑士之剑就是那个 BOSS 有机会掉落的一个物品。然后天使之魂呢，就是你基本上你打就有哦。它这边还有标另外一个地方，就是这个僵尸狂奔哈。但是我个人是建议打这个天使之魂的。然后还要一个天使的，就是还要一个天使，天使就是一个一般的红色塔，就是在正常来说在这边。相对来说，如果你有多余的钱的话，可以囤一下天使之魂，因为很多的塔合成都需要用到天使，就是不是天使之魂，是天使弩部。对，有多余的钱可以囤一下。然后这3个材料呢，再加3000块钱就可以合出来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大概讲了这3个鸟人3人组啊。鸟人3人组是不是不好听的名字？好，没差，反正今天稍微再介绍了这3个塔。目前来说呢，堕落天使跟决斗士都是绝对的这个版本 T0 角色，或者说 T1 的角色，就是基本上高手必备。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过渡用的一个后期输出，就是如果你打到像我这样的话呢，就基本上这个就会比较少用一点，但是也是有用的情况，就是如果你是多人游戏的话，也是会用到这个。那么我们今天的影片呢，大概到这边。今天简单介绍了这3个塔。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欢迎在留言区问我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可以点赞或者说订阅我的频道。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哦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